我家的衣柜里居然藏了一个陌生男人。这天又是加班到凌晨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门口走去，本想着到家了可以好好休息下了。和往常一样，我掏出钥匙准备开门，然而钥匙转到最后却总是卡在那边，好像有人在里面故意反锁了一样。一阵悸恐突然袭上心头，因为我是一个人住，家里根本不会有别人。想到这，我不禁有些头皮发麻。昏暗的走廊也感觉危机重重，我努力克制着恐惧，挪到了灯光相对明亮的电梯口，给开锁师傅拨去了电话。在快速说清楚情况后，又麻烦他在上楼的时候把保安也一并带上来。挂了电话，就是一阵焦急的等待，期间我还时不时瞄着家里的房门，生怕下一秒门会被突然的打开。不久，开锁师傅带着保安到了，门被缓慢的打开，漆黑的房间里危机四伏，我心也提到嗓子眼，生怕家里会冒出什么奇怪的东西。我躲在保安大哥身后，打开了灯，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探索家里可能藏人的地方。卫生间、窗帘后、床下都没有人。随后我看到了家里的衣橱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我忐忑地准备去拉衣橱的门，门被缓缓地拉开了一条缝隙。然而下一秒，一阵很强的力道从我手上传来，门又被拉了回去。一瞬间我脑子充血，心也砰砰直跳，怕得要命，忍不住喊了出来：有人！找到了！只见保安大哥瞬间闪到我身前，大力地在推拉着衣柜的门。出来，赶快出来！门最终被保安大哥挣了开，里面果然藏了个人。你是谁？你在这干嘛？保安大哥训斥地问，他却一直低着头，嘴里也呜咽着什么。打电话报警！你是来偷东西的吗？随后他就被保安大哥带走处理了。经过询问后，我才得知，因为我一直都有把备用钥匙放在门口鞋子里的习惯，这个男人在偷我鞋子的时候发现了钥匙，这才进入了房间。想到这，我真是一阵后怕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，一定要谨慎保管好家里的备用钥匙，不要让坏人有可乘之机。如果你家的密码锁总是被两个熊孩子滴滴按个不停，你会怎么办？在查询这几天的监控录像，我发现这两个孩子经常在门口蹲守着我回家，通过小孩子的游戏让我麻痹放松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录像时间7月12日，也就是今天。我左右观望，小心翼翼地解锁进门。5分钟不到，两个小孩出现在我门前，男孩熟练地按着密码锁，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输入密码。从视频里可以看到，大一点的女孩子站在凳子上，透过猫眼在观察，手里握着一把水果刀，男孩口袋里也鼓鼓囊囊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呼吸不自觉地急促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录像，眼中满是后怕。保安里一个人冷不丁地开口：这两小孩是怎么知道密码的？年纪大一点的保安在一旁操作电脑放大画面，示意我们看向走廊的窗户，那上面映出一双睁大的眼睛。你开门的时候，他们就在盯着你输入密码。之前他们故意在你门口设各种陷阱，就是为了窃取你家的密码。他怎么做到的？窗外的位置有个小平台，他应该是踩在那个上面。他侧过头认真地对我解释，我瞬间鸡皮疙瘩遍布全身。这还是小孩吗？看完全部的录像，我害怕到不敢踏出监控室的门口，那两道如影随形的眼睛似乎就在外面等着我。我不敢细想他们要是进了我家门之后会发生什么。我叫明成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那个保安小哥说道。就在我们刚走进楼道时，突然听到轰隆一声，身后好似有重物坠落。我刚想回头看，一双手捂住我的眼睛，别看了，先回去。我虽然应和着，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腥气，还是被我鼻子捕捉到了。转而我们进入了电梯，明成按了8楼的按键，便掏出手机快速的打字，好像在给谁发着消息。我们从电梯走出后，明成的眼神停顿了几秒，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我家门口画着一辆格子公交车，蓝色粉笔画出大致的轮廓，旁边用红色黏腻液体画了3个歪歪扭扭的字，捉迷藏，上面有很明显小孩的脚印，一个大一个小，那两个小孩还在这。我瞬间心惊胆战起来，别紧张，没事儿。明成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他对讲机里传来了声音：3幢有人跳楼了，似乎是从8楼跳下来的，是一名女生。对讲机滋滋的声音传来，我这栋楼不就是3幢吗？那8楼。我想起刚才楼下重物坠落的声音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正在我思索时，隔壁邻居的门突然开了，两个小孩从里面走出来，似乎没预料到我们俩在这里，笑意僵硬挂在脸上。男孩子手上拎着一个黑色的包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明成瞬间冲上去控制住了他们，在他们想从包里掏出什么之前，死死捏住了他们的手。叔叔，你干嘛？你捏疼我了。小女孩眼巴巴地瞪着明成，随即又看向了我，眼角带上眼泪。姐姐，你让叔叔放开我吧，
他拽得我好疼。我刚想开口说些什么，明成转头过来严肃地对我说了一句：别听他们说的，我刚刚已经报警了，我注意他们很久了，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小孩子。这也是我第一次仔细地观察他俩，凑近之后才发现，小孩的脸并不似正常孩子那种光滑水嫩，脸上甚至有点沟壑。本市新闻播报：7月12日17时许，马吉小区发生一起女性坠楼事件。经警方调查后发现，这是一起人为的入室抢劫凶杀案，凶手为一男一女2名成年侏儒症患者。他们凭借身体的优势骗取同情，进而实施作案。在这里提醒广大人民提高警惕，注意安全。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昨天的新闻报道，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。后来的事情还是明成告诉我的，那2个假小孩因为身体的问题，找工作时处处碰壁，生活里也常被别人瞧不起。渐渐的，他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，仇视比他们健全的正常人，为了生存下去，把自己假扮成小孩子，在附近小区踩扁，打着捉迷藏、玩游戏的幌子，让人放松了警惕，便开始作案。他们在我这里没能得手，就把目标对准了我隔壁的姑娘。她出差刚回来，当小女孩提出姐姐，我想上厕所，隔壁的姑娘心善，让他们进屋子了。女生最初并没有太在意，直到发现他们偷偷翻找自己的东西，3个人才争吵起来。他们担心事情就此败露，索性将女生扔到了楼下，活活摔死。当明成把这些事情说给我听时，我震惊不已，原来同情心真的也能害死人。你是住在12楼吧？我上来找你玩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半夜，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把我吵醒。当我看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浑身都冒出了冷汗。我跳下床，赤脚冲到了大门口，再三确认已经反锁的大门，忐忑不安地掏出手机回了消息。你是谁？然而正在我准备伸手去开灯的时候，一条消息再次发了过来。我那天看见你了，见面你不就认识了？你一个人在家吧？看到这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，开灯的手直接停在了半空，心里像打鼓似的咚咚直跳，脑子也快速检索着我认识的朋友。没有谁会大晚上这么无聊的跟我开玩笑。我抑制住内心的恐惧，回复了消息。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？我死死盯着屏幕，在寂静的黑暗里，仿佛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可不可以上来嘛？我就在楼下，冷得很。看到他无赖似的口气，我再次确认了下紧锁的大门，心里的恐惧也消散了不少，厌恶至极的回复：请男人滚哪儿，谢谢。而他接下来的回复还是让我心生胆寒：半夜绝对偷偷进你屋，12楼左边那个门，谢谢。现在可以100%确认我被人恶意盯上了。用不用现在就报警把你带走？当我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，想着他如果再有骚扰的意图，我就直接报警了。可是过了很久都没有再收到任何短信，他应该是听到我要报警后知难而退了。我顿时松了口气，但这件事依旧让我久久无法入眠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正在我迷迷糊糊间，我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响动，顿时清醒了过来，真的有人在开我家的门。我浑身颤抖，满是突然起来的寒劲。为了确认我没有听错，我赶忙打开了门口的可视门铃。只见可视门铃下，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的男人正低头，好像在撬我家的门锁。我脑子闪过各种应对的方法，安全起见，也为了不和他正面冲突，我起身赶忙锁住了卧室的门，身体死死抵在门上，以最快的速度打电话报了警，并且联系了小区的保安。得亏当时住进来前，我特地留了保安的电话，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。看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一直微微喘着粗气来平复自己内心的恐惧，仔细地听着门外的动静，祈祷着警察和保安能够尽快到来。突然咔嚓一声，门被打开了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手死死地握住了门把手。你干什么？一道粗犷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随即便是一阵喧嚣，直到听到外面有人说：李小姐，你出来吧，现在已经安全了。这熟悉的声音正是小区的保安王哥。我悄悄打开一条门缝，看着门外站着几名保安以及被按在墙上的歹徒时，我才终于松了口气，眼眶突然的湿润了。直到后来警察来了把歹徒抓走后，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在去楼下扔垃圾的时候被他盯上了，里面快递和外卖盒子上的联系电话和地址暴露了我的信息，这才让他有机可乘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警惕之心，不要觉得无所谓便随手暴露了自己的信息。如果每到半夜你都能听到门外有奇怪的敲门声，你会怎么办？周五晚上我很早就睡了，但由于我睡眠很浅，再加上房子隔音效果也很差，半睡半醒之间，我就一直听到外面有人在不停地上下楼，脚步声非常有节奏，从2楼上到我住的3楼，停了有10几秒钟，然后再上到4楼，到了4楼，脚步声会突然消失，但是没过一会儿，那个人就会再下来，就这样来回的走动。我心里有点害怕，但想了想，那个人毕竟是在外面，我门都锁了，他就算有什么企图也一定进不来。我不断地安慰着自己，此时我已经毫无睡意，
躺在床上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。那个脚步声持续了将近有1个小时。就在我几乎快要崩溃的时候，外面的脚步声突然停止了。还没等我缓一口气，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，我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，汗毛直立，犹豫了半晌。我悄悄打开了卧室的门，望着门口，竖起了耳朵仔细听了听，直到发现他敲的是对面的门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对面都没人住，那人敲一会儿就走了吧？就这样，我一直站在卧室门口等着外面的人走掉，僵持了10分钟，这个敲门声依然没有停止，而且每次拍门间隔的时间几乎都一样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是凌晨2点。我挠了挠头，如果再这样敲下去，我就不用睡了。嘟囔间，我鼓起勇气走到了门口，趴在猫眼上看了过去，只见一个身穿黑长裙的女人站在对面，伸着手不停地在拍打着门，她的姿势非常僵硬。我隐约觉得这女人身上有一个地方很奇怪，但是具体哪个地方我又说不上来。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那个女人终于停止了敲门，再仔细看时，人已经消失在了楼道。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终于走了，这下应该可以好好睡觉了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晚上，昨天的脚步声再次响起。没过一会儿，那个女人又开始敲门，又一次被半夜吵醒的我特别生气。一看手机，又是凌晨2点，我皱了皱眉。要是每天晚上都这样，那以后就别想睡个安稳觉了。我冲到了门口，隔着门对女人喊道：“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？”喊过以后，我就趴在猫眼上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那个女人就像没听到一样，依然还在敲着门。这女人怎么回事？没睡好的烦躁感突然压过了心底的恐惧，心一横，我直接打开了门。你要再敲门，我现在就报警，你这属于扰民，知道吗？说完以后，那个女人确实不再敲门，但依旧没有说话，甚至没有转身，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在这短短10几秒间，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女人，穿的衣服没有问题，头发和脚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她的手臂却很奇怪，明明衣服没有袖子，但整条手臂却是黑色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后悔自己的莽撞，恐惧席卷了我的神经，我赶紧伸手想要把门关上，但就在关门的时候，女人突然转过身，咧着嘴就朝着我扑了过来，还伸出一只手想要把住我的门。我害怕的浑身颤抖，咬紧牙关，用最快的速度有惊无险的把门给关上了。关上以后就马上反锁了门，这个女人也没了动静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吓得面色苍白，我不知道她是已经走了还是站在外面，我不敢去看猫眼。缓了一会儿后，我拿出手机就赶紧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以后，女人已经不见了。录完笔录后，警察就走了。折腾了一夜，我都没有再睡着，这得亏今天也不上班。早上8点左右，就在我准备补觉的时候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是房东。他大早上的打我电话干什么？按了接听键，就听到房东抱怨的声音：“哎呀，小心啊，这点事儿你咋就报警了呢？”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一宿没睡，我脑子都有些懵，反应过来才知道他说的是那个女人。听房东说了之后，我才知道我的对面以前住着一对夫妻，后来男人在外面认识了一个女人，而这个女人也不知道男方已经结婚。没过多久，这件事就被男人的老婆发现。这男人老婆也是挺狠的，直接拿着一瓶硫酸就找到女人的家里。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，男方的老婆被抓走，而女人面部毁容，重度烧伤，又被男方抛弃。后来就精神失常，隔三差五的去找男方，但是没想到的是男方早已经搬走，没了音讯。我从没想过只是送个快递，险些把命给搭上。我是一名快递员，今天是我上岗第1天，负责的区域叫马几小区。而奇怪的是，这个小区只有1栋大楼，小区保卫室门口挂着一张醒目的快递员守则，虽然已经泛黄，字迹却格外醒目，猛地看过去，透着几分诡异。马几小区一共有6层，没有第7层。405住户是一个小女孩，她喜欢童谣，想要安全的离开她家，记得唱童谣给她听。502的孕妇是个奇葩，喜欢开玩笑，千万不要进她的家。601的老人患有老年痴呆，不要相信他说的话。快递员送快递时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请保持安静。在楼道里碰见住户，不要主动和他搭讪，更不要收他的任何东西。我默念了几遍守则，打算认真遵守，这是我的第1份工作，我不想被投诉，更不想被炒鱿鱼。你就不好奇1至3楼需要遵守什么规则吗？低沉的声音猛地在我身后响起，吓得我一个机灵，猛地转过头去，面前是一位慈眉善目的光头大叔，他穿着一身灰色保安制服。你好啊，姑娘。他热情地给我打招呼。大叔你好。我冲他笑了笑。咱们这1到3楼被一个杀猪匠给买下来了，做了肉食品加工厂，工厂平时很忙，没时间收快递。保安解释说，大概是保安的话给了我心理暗示，我总觉得周围弥漫着一股血腥味。今天的快递是一部手机，收件人是6楼的孙广才。我拿着快递快步走进楼道里，楼道的光线很暗，我打开了手电筒，光亮下的楼道破烂不堪，扑面而来的是潮湿气息和腐烂的味道。这样的环境真的能住人吗？
我有些胆怯。突然间，一只老鼠大摇大摆地从我的面前跑过，我吓得魂都要没了，跳着脚刚打算尖叫，猛地想起了快递员送快递时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请保持安静这条规则，害怕触犯规则会受到惩罚。我使劲捂着嘴巴，直到尖叫从嗓子里滑回胸腔。我的脸憋得通红，委屈地抹了抹脸上的泪水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走到3楼拐角处，迎面走来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。他看到我先是一愣，随即翘了翘嘴角，真有这么热吗？看你跑得满头大汗。男人充满磁性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，正打算开口搭话，第6条规则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在楼道里碰见住户，不要主动和他搭讪，更不要收他的任何东西。我尴尬地冲他笑了笑，身子向旁边靠了靠，给男人让出一条路。男人又瞄了我一眼，递了一条白色手帕过来，擦擦汗吧。我社死地摇了摇头，然后上了楼。隐约间，我听到男人的笑声，他说我们还会再见面。我一口气冲到了6楼，601的门口放着2袋垃圾，里面有纸尿裤，还有些剩菜剩饭。他家里有小孩子。我支棱着耳朵听了听，并没有听到小孩的啼哭，或者说整个小区都陷入诡异的寂静中。突然间，门被打开了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后退2步。开门的是个老头，刚刚是秋季，他竟穿了件羽绒服，头上还戴着毛线帽，眼睛浑浊地看着我。送快递的？是的，麻烦你签收一下。我将快递盒递给他，是纸尿裤吗？他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是部手机，我诚实地回答。老头冷哼一声，谁说我要买手机？我要买的是纸尿裤，我孙女要用纸尿裤。他用力地晃着快递盒，生气地吼着。我屏住呼吸，蹑手蹑脚地靠近楼梯，准备开溜，生怕老头会迁怒于我。眼神不经意瞄到屋子里，我意外看到了老头的小孙女，她躺在沙发上，穿着一条纸尿裤，不哭也不闹，因为她是个塑料人偶。第4条规则说的果然没错，老头就是有老年痴呆，他的话不能相信。丫丫不哭，爷爷回来了。老头扭头进了屋，小心翼翼地抱起人偶娃娃。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，隐约间他竟然冲我眨了眨眼，我吓得腿有些软，一个踉跄差点从楼梯栽下去。我终于走到了楼门口，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，小区地面湿哒哒的，我的脚下一滑，一屁股坐在地上沾了一手泥。我赶紧掏出纸巾擦擦，看到纸上泥水的颜色，我一下子傻眼了，竟然是殷红色，还带着甜腥味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本姑娘再也不来了。想到之前邪门的经历，我忍不住咒骂了一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一回头，正对上保安阴郁的脸，他的神情严肃到恐怖，我有些害怕，下意识地舔了舔发干的唇。下一秒，他嘴角咧开，露出灿烂的微笑。你刚才的话可不能乱说。他把那把黑漆漆的伞举到我的面前，我一头雾水。他变脸怎么比翻书还快？给你看的好东西。保安快步走到保安室门口，将快递员手册翻了过来，背面写着：一旦成为马吉小区的快递员，不能中途反悔，除非公司倒闭或者死亡。我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，心里飙了无数脏话。难道我的命就要撂在这里了吗？一旦成为马吉小区的快递员，不能中途反悔，除非公司倒闭或者死亡。我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，难道我的命就撂到这里了吗？我气鼓鼓地上了3轮车，冒雨离开了这个鬼地方。很快，马吉小区迎来了第2个快递，心情沉重地来到马吉小区，保安熟忍地和我打招呼，我冲他强颜欢笑了一下。这时我的电话突然响起，是502的业主，一个冰冷的女声缓慢传来：“我的快递到了吗？”“哎，到了，这就给您送上去。”说着一路狂奔来到5楼。我小心翼翼地叩响502的房门，门里突然传来了几声小孩子凄厉的啼哭声，接着是死一般寂静，只能听到我扑通扑通的心跳声。我遏制住逃跑的冲动，等待着对方来开门。不久，一个叼着烟卷的女人开了门，她面色枯黄，挺着一个圆滚滚的肚子，孕妇竟然抽烟。下次麻利点，别耽误了我正事，这奶粉可重要的很呢。他麻利地签了字，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好的。”我爽快地答应。你猜我肚子里的是男孩女孩？女人突然转移话题：“不管是什么，都和老大做个伴儿。”想到刚才孩子的哭声，我灵机一动说：“我这是第1胎。”那刚才孩子的哭声？哪有什么哭声？女人粗暴地打断我的话：“难道是幻听吗？不可能，这个小区处处透着古怪。”我的神经又一次绷紧。女人关门的刹那，她的表情突然僵住，2条腿开始疯狂颤抖，嘴里发出刺耳的尖叫和哭喊。我吓得面色苍白，问她到底怎么了。我要生了。女人终于吐出一句完整的话，她的话让我的脑子瞬间短路，几秒钟才缓过神。我赶紧扶住她，想让她回床上躺着，可是一只脚刚迈进房门，猛地想起那条规则，千万不要进孕妇的家，咽了一下口水说：“你别着急，我这就打120。”我掏出手机，女人却死死地拉住了我的胳膊。来不及了。她艰难地说。女人的肚子诡异地抖动起来，
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用力挣扎。他突然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我，从肚子里掏出什么东西，然后举到我的面前。我吓得目瞪口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女人突然爆笑起来。你真是个怂货，这是假的。他随手把这个孩子扔在我的脚下，我惊恐地向后挪了挪，那孩子并没有哭。我定睛一看，才发现这娃娃和那老头的孙女是同款。再看女人，她的肚子依旧高高的隆起。你果然是个奇葩。我厌烦地丢下这一句，挣扎着爬起来，猛地冲下楼去，站在大门口，我剧烈喘着粗气。保安眯着眼睛，疑惑地看我，你怎么了？我抬头看着这栋麻吉小区，绝望地流下了眼泪。刚刚突然多了个快递，是4楼的，你再送一趟吧。保安将快递扔给我，我惊魂未定，直接用手挡了出去。快递哐当一下落在地上，快递盒里响起了诡异的儿歌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干嘛要做快递员？我后悔万分，惊慌失措地说，事实上我也记不清自己为什么是快递员，也记不清自己为什么会送麻吉小区的快递，仿佛从我有了记忆开始，就已经有了这个身份。这个快递我不送了。保安大叔没有回应，只静静地看着我。我一步一步往外走，在走到小区门口时，突然停住，接着是猛烈的颤抖，砰的一声，我跪倒在地，疼痛难忍，根本没有办法再往前一步，直到保安把我拖了回去，身体才渐渐恢复。这难道是不送快递的惩罚吗？仿佛过了1个小时，直到疼痛慢慢消退，我才晃晃悠悠地站起来。保安大叔把快递踢到我的脚边，4楼的。我嘴唇不受控制的哆嗦，两眼一闭心一横。4楼喜欢什么来着？你说什么？保安一脸疑惑。我平稳呼吸，拿起快递后往楼道走去，嘴里还在默默背着规则。走到4楼楼梯口，寂静的走廊里突然传来了稚嫩的歌声，我忽然心头一跳，这歌刚刚听过，是快递盒里播放的音乐。小心翼翼地走进黑漆漆的走廊，在405门口停住了脚步，伴着我的敲门声，歌声戛然而止。一个面色苍白的小女孩打开房门，她的眼睛如同琉璃球般晶莹剔透，嘴角向下微抿。姐姐，你是来送快递的吗？小女孩胆怯地问。我点了点头，将快递盒递给她。这是你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姐姐，进来坐会儿吧。小女孩说着拉起我的手，她的手很温暖，让我稍微安心一些。我不自觉地迈开了步子。小女孩签好字后，打开快递盒。当她把娃娃拿出来后，我的神经再次绷紧，猛地站起身。这个娃娃和502女人手上的一模一样。小女孩冲着娃娃的脸亲了一口，邪魅一笑，伸手将娃娃的脑袋转了过来。接着那诡异的儿歌再次传来。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惊得瞪大眼睛。隐约间，我看到那个人偶的嘴巴一张一合，我吞了一下口水。小女孩面无表情，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一动不动。你是想要离开我家吗？小女孩的声音很低沉，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，透着哀怨。可是你还没有给我唱童谣。看着她的眼神，我想逃跑，却根本挪不动步。405的住户是个小女孩，她喜欢童谣，想要安全地离开她家，记得唱童谣给她听。我想起女孩喜欢童谣的这条规则，尝试着哼唱着一首儿时的童谣。小女孩再次暴躁，这是垃圾。我吓得冷汗直冒，赶紧换了另一首童谣。也不对。女孩烦躁地揉着脑袋，下一秒一缕头发被她扯了下来。我终于支撑不住，崩溃的尖叫，一巴掌拍在女孩的脸上，夺门而去。你还没有给我唱童谣。女孩在身后追着我，慌乱中，不远处的房门打开，一个男人朝我摆手，快过来。女孩在身后追着我，慌乱中，不远处的房门打开，一个男人朝我摆手，快过来。竟然是他。第一次送快递时遇到的男人，他的出现宛若一根救命稻草。我手脚并用地朝他的方向奔去，待我躲进他的房间，他把门锁上，隔绝一切，我才松了口气，瘫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那个女孩很可怕吧？男人递过来一杯水，我接过放在手上，犹豫了一下没有喝，只点点头。他看了一眼笑笑，这水没问题的。男人的话让我稍微松懈了一些，把水放在嘴边抿了一小口，水的甘甜让我更口渴，我忍不住多喝了几口，身体的疲倦感驱散了许多。你们小区该怎么出去啊？也许真的是走投无路，我只好问面前的男人。男人皱眉，走出去啊？你是被那个女孩吓到的吧？别害怕，她很可怜的，她的妈妈住在5楼，生了她却不要她，还天天家暴，所以她就心理扭曲了。对了，你给我爸送手机了吗？男人笑容满面的拍了拍我肩膀，麻烦了，我爸的病时好时坏的。原来他是6楼那个老爷爷的儿子。我稍微松懈了一些，听着门外已经没有任何响动了，我摸了把脸叹气道，
真是麻烦你了，我得走了。心想着我得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就算疼死在小区门口，我也不想再踏进来一步。刚站起身，我眼前突然天旋地转，眼皮沉重万分。最后的画面停留在男人诡谲地看着我笑，倒下的一瞬间，我蓦地想起那2条规则：快递员送快递时，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请保持安静。在楼道里碰见住户，不要主动和他搭讪，更不要收他的任何东西。我醒来时，周围黑漆漆的，头还晕乎乎的感觉，浑身酸痛，像是血液流畅不通一样。我想起身，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，我竟然被男人用绳子捆在椅子上。这时房门被推开了，紧接着屋内一片光明。我眯起眼睛，看到男人笑着向我走来，他坐在我对面，翘着2郎腿，血笑的眼神注视着我。这么细皮嫩肉，真的有点可惜啊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抓我？我不敢看他，弱弱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。他歪头眯着眼，又说了一句我始料未及的话。你猜一下，楼下肉食品加工厂的原料是什么？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陡然瞪大了眼睛，冷汗打湿了我的衣衫。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个鬼地方了吗？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颤抖着声音问他。这是你的命，你逃不掉的。男人突然扼住我的脖子，他力气大的几乎要把我的脖子拧断。突然间，外面传来女人的惨叫声，男人猛地收回手，脸上扬起了笑意，挑了挑眉说：你很快就不会孤单了。屋子里再次陷入了静寂，外面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响动和男人的咒骂声。理智告诉我不能坐以待毙，这里的人一定有问题，或者说这里的人还是人吗？我开始四下寻找能解救自己的工具，意外的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把杀猪刀。我拼尽全力向一边倾斜，然后连人带椅子倒在地上。我咬着牙让身体带着椅子挪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汗流浃背的来到了杀猪刀的跟前，随后又用嘴将刀叼起来。刀背上的腥臭味差点让我吐了出来，可是为了活下去，我咬紧牙关。我的口腔里很快全是血腥味，担心男人随时都会回来，我不敢有1秒的停歇。绳子终于被我割断，重新恢复自由的我泪流满面。猛然间，我听到门把手转动的声音，是他回来了。我急忙将椅子扶起来，把绳子假装捆在身上，然后双眼紧闭。男人进屋看到我的模样，不禁自言自语：不会是死了吧？这肉就不新鲜了。说着，男人蹲下来，把手指凑到我鼻子前来探我的气息。就是现在，我举起杀猪刀，猛地砍了下去。男人发出尖利的叫声，他捂着脖子上的伤口，痛苦的一头栽在地上。我心惊胆战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接着迅速朝门口跑去。我要活着，我要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楼道里一片漆黑，手机不知道被我丢在了哪里，我只能摸着墙踉跄地往下跑，心脏紧张的要跳出胸膛。跑着跑着，我仿佛看到了楼口的光亮。突然间，一个人拦住了我的去路，他的手上提着一根木棍，是那个保安大叔，他正凶神恶煞地看着我。大叔，我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句，和他保持了一段距离。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，折腾了这么久还能活着走出来。他扭了扭脖子，双手举起了木棍。我不能死。我将脑袋歪到一边，木棍扑了个空，重重砸在墙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保安忍不住咒骂了一句。趁着他放松警惕时，我扭头拼命往楼上跑，一边跑一边背着规则：马吉小区一共有6层，没有第7层，没有第7层，难道是7楼？保安的狞笑声响彻整个楼栋，那笑声离我越来越近。我用尽全力奔跑，4楼、5楼、6楼、7楼，果然有7楼。7楼只有一个木门，门缝里透出了温暖的光亮。保安已经近在咫尺，我跑向7楼，伸手铺开木门，阳光打在我的脸上。我努力睁开眼睛，入眼的是我的卧室。难道之前发生的种种只是一个梦？我摸了摸自己的身体，依旧健全，随后又抬手在胳膊上掐了一下，痛感让我险些喊出来。不经意抬眼时，床头的娃娃正歪着头看我，这娃娃和我梦里的一模一样。我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伸手将它塞进抽屉里。就在我回想着刚才那逼真的梦时，手机铃声倏地响起。女士，你好，经过公司筛选决定，你被录用了，下午就可以直接上岗。这通电话让我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兴奋得不能自已。我兴冲冲地办理了入职。快递站长将一个包裹直接递到了我的手里，我低头一看，2只眼睛差点吓得掉出来。地址是马吉小区601，收件人是孙广才。没想到我在火锅店丢失的手机居然出现在了家里。周末晚上，我和2个闺蜜去火锅店一起庆祝我通过公考。在酒足饭饱后，我准备结账，却发现手机不在包里。刚才还拿出手机拍照来着，我以为落在了桌上，赶紧转身寻找，手机却不在桌子上。小鹿也摇头说没看见。你别着急，我给你打个电话。小鹿拿出手机拨通了我的号码，将电话递给我。随着几声嘟嘟的提示音后，对方接起了电话。你好，我是电话的主人，谢谢你捡到了我的电话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尽量心平气和地沟通，不敢惹怒对方。
然而电话另一端则是一阵诡异的沉默。我有些生气，忍不住质问对方说：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拿走我手机？为什么不说话？我的话音刚落，手机传来一阵毛骨悚然的笑声，我吓得一个机灵，手机差点甩出去。可恶，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！我的手机可是有定位装置，小心我报警抓你！心吓得砰砰直跳，我的语气也变得粗暴。对方再次发出诡异的笑声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等我再打过去，却一直无人接听。对方嚣张的态度让我很恼火，我气冲冲地去查店里监控，决定把这个坏家伙揪出来。可惜我们坐的位置恰巧是监控死角，什么都拍不到。韩雪从厕所回来，听说了这件事，安慰我道：别闹心了，我给你买了个新的，就当是我给你的礼物。为了不扫朋友的兴致，我又露出了笑容，和他们跑去 K 歌。几个小时后，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中，打开灯的那一刻，我被吓得愣住了，困意全无。我的手机竟然出现在了客厅的桌子上，我以为是自己眼花了，用力揉了揉眼睛，再看过去，手机依旧躺在桌子上。我的心越来越慌，人也不自觉地颤抖。竟然有人潜入了我的家，他还在我家吗？我惊慌失措地抓起手机准备报警，卧室里突然传来了之前那个诡异的笑声，我一下子瘫倒在地上，眼泪不停地往下落。他真的在卧室里！我用力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笑声终于停了下来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手里握着防狼喷雾，决定去卧室一探究竟。打开灯，我用防狼喷雾尖叫着冲空气一顿乱喷，房间里静悄悄的。我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，床下没人，衣柜里也没有。我把能藏人的地方都查了一遍，都没找到。我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拿出手机想报警，但警察应该也不会立案，总不能说我遇到灵异事件了吧。夜里，我刚勉强入睡，那诡异的笑声再次在我的耳畔响起。我心里怕得要死，却不停地做心理暗示，这是幻听，这是幻听。我把头钻进被子里，用力地捂住耳朵，浑身抖成了筛子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笑声消失了，总算熬到了天亮。我还来不及松一口气，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被吓得两腿发软。小姐，有您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一个低沉的男声在门口响起。放在门口吧。听说是送快递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快递员应了一声，脚步声越来越远。等等，我最近根本没在网上买东西，哪里来的快递？我再次屏住呼吸，僵硬地看着门口，身体不自觉颤抖一下。我在猫眼观望了很久，直到确定外面没有人，才灰溜溜地将快递拿了进去。打开快递，里面竟然装着一套颜色鲜艳的衣服。我拿出来一看，上衣的胸前绣着一个大大的寿字，这是给死人穿的衣服。衣服的旁边还标注了我的名字和尺码。我吓得直接将衣服扔在了地上，谁这么缺德，竟然如此诅咒我？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两只手不停地在衣服上蹭来蹭去，仿佛只有这样驱走这套衣服带来的晦气。就在这时，卧室里再次响起了诡异的笑声。没想到我丢失的手机却突然出现在家里。就在刚才，我还收到了一个装着我一样尺码的寿衣。这些到底是谁干的？这诡异的笑声又在卧室里传来，而我却没有走进卧室的勇气，崩溃地夺门而逃，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。我刚冲出单元门，就接到了小鹿的电话。昨晚睡得好吗？我买了早餐去找你啊。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小鹿和韩雪赶来时，我坐在台阶上发呆。天气很暖，可我依旧冷得发抖。看到客厅里的寿衣，二人的脸色也很难看。小鹿戴着手套口罩，将它扔进垃圾桶。我可能被坏人盯上了。我牙齿打着颤说：不会吧，你又没和别人结过怨。韩雪握着我冰冷的手。那它是怎么回事？总不能是我自己买的吧？我指了指垃圾桶，两个人没有说话，怪异地看着我。不可能是我自己！我尖叫着掏出手机，打开某宝，看到购买记录后，眼前一黑，坐在沙发上。你怎么了？你们看看这个。我脸色铁青，声音怪异地把手机递过去。那寿衣真的是用我账号下的单，下单时间是前天晚上10点。我十分确定当时我在家里睡觉，那晚我哪都没有去。一定有人潜入我的家里，动了我的手机，还有那瘆人的笑声也是他搞的鬼。昨天我的手机也是被他偷走的。我愤怒地攥紧拳头。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才会这样的？小鹿担忧地问我。你的意思是说我的精神出了问题？二人的沉默已经给了我答案。你们相信我，我的精神状态很好，我真的听到了笑声，也不可能发神经买这种东西，一定是有人想要整我，我要报警。你这种情况警察不会处理的。韩雪的话像一盆冷水，把我浇得透心凉。
放松心情，你就是太累了，我们在这里陪你。小鹿伸出手指为我按太阳穴，手指上冰冰凉凉的感觉很舒服。入夜我有些恐慌，生怕又有怪事发生，但好在小鹿和韩雪在身边，困意渐渐向我袭来。我睡得正香甜时，那笑声又出现了，在寂静的夜里让人毛骨悚然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身边的2个人都还睡着。我用力推了推小鹿，小鹿茫然地睁开眼睛，迷迷糊糊地问我干什么。听到了吗？那个笑声又出现了。我因为紧张声音变得嘶哑。什么声音啊？你睡傻了吧？小鹿揉着惺忪的眼睛，支棱着耳朵听。你没听到？根本就没声音啊。小鹿言之凿凿，可这笑声明明就在。我不服气，又把韩雪叫醒。韩雪的反应和小鹿如出一辙，她摸了摸我的额头。哪有什么声音啊？你睡糊涂了吧？你们真的听不到吗？我用力咬紧嘴唇，眼泪急得都流了出来。小鹿和韩雪手足无措地看着我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我彻底崩溃了，用力地抓着头发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打算跳下床寻找声源，笑声却戛然而止。卧室里又陷入了寂静，深深的无力感让我彻底绝望。难道我的精神真出现了问题？我抖着肩膀，把脸埋在腿间。别担心了，乖乖闭上眼睛，一切都会好的。韩雪贴心地哄我，我闭上眼睛乖乖躺下。可诡异的画面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迷迷糊糊间，我的电话突然响起，3人同时睁开眼睛，惊恐地看着彼此。时间定格在凌晨12点，一个陌生号码在屏幕上跳跃。我吞了一下口水，迟迟不敢接通，生怕电话里又是恐怖的笑声。小鹿和韩雪的脸色也很差，谁也不敢开口说话。电话始终没有挂断。韩雪皱了皱眉，按了接通键。你好，外卖，麻烦拿一下。女性外卖员的声音响起。我根本没订过外卖。巨大的恐惧感将我深深包围。我只负责按订单信息配送，订单信息显示了您的电话和地址。我仍抱着侥幸心理，打开外卖平台，看到订单记录后，我的心彻底坠入了谷底。你放门口吧。我对外卖员有气无力地说，订单是40分钟前下的，是我经常光顾的饭店。肯定是我手机的问题，它已经被邪祟附体。我始终不愿意承认是我精神出了问题。我冲下楼，将手机扔进垃圾桶。医生推断我可能最近压力太大，造成了记忆力混乱，给我开了安神的药。小鹿和韩雪因为害怕也各自回了家。被丢掉的手机又莫名其妙回到我家桌上，那诡异的笑声也常常在夜里响起。家里的物品长腿一般变换位置，我甚至开始分不清梦境和现实。因为身体原因，我缺席了公考体检。妈妈担心我，想将我接回老家休养。在帮我收拾行李时，妈妈不慎将韩雪送给我的玩偶碰到地上，玩偶当即爆发出诡异的笑声，我吓得够呛，浑身哆嗦。妈妈却在玩偶里掏出一个微型智能音箱，这种音箱能够远程遥控，按操作者的指令发出声响。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捋了一遍，面色惨白地看着妈妈，嘴巴发干地说：“不会吧？”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在妈妈的陪同下报了警，警察的调查结果更是让我大跌眼镜。原来一切都是小鹿和韩雪搞的鬼，他们嫉妒我即将拥有公务员铁饭碗，就制造了一连串灵异事件。韩雪先是把玩偶当作礼物送给我，在吃饭时更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我的手机，在我拨通电话时也是他在装神弄鬼。因为我对他们的信任，给过备用钥匙给他们，手机密码也从来没有对他们设防，于是2人经常半夜偷偷跑来我的家里。其实那晚的笑声他们也都听到了，只是故意吓我，让我掉进他们一步步设下的陷阱。我还是将2人告上法庭，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如果你家的密码锁总是被2个熊孩子滴滴按个不停，你会怎么办？刚到家的我突然听见门口有按密码的声音，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一只圆圆的眼球在猫眼的另一边滴溜溜转动。几乎同时，一声小孩子的尖利的笑声响起。姐姐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家密码多少？今天下班早，我抓紧包包，做贼一样飞快上楼，心里不由想起，这几天总有2个小孩在消防大门蹲着等我下班。之前我担心他们家长找不到他们，就没有邀请他们进屋玩，2个人就蹲在我家门口，畏畏缩缩，不知道在干嘛。看见我家门口没有小孩，我长出了一口气。谁家的熊孩子不用上学的吗？成天跟人家门口蹲着。我麻溜地输入密码进入家门，刚放下包，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，就听见门口有输密码的声音。等我走到门口时，6位的密码已经输完3位。本想直接打开门，但鬼使神差，我看向猫眼，通过猫眼，我看到一只圆圆的眼球在猫眼的另一边滴溜溜转动。几乎同时，一声小孩子的尖利的笑声响起。姐姐，我看到你了。我被眼球吓得不敢动弹，小男孩的笑声更让我半边身子都麻了。密码还在输入，他们按下最后一个按键，密码错误。男孩叹了口气，他又在输入密码。
我哆嗦着打开手机，我家的密码是可以在手机上设置的。我立马把密码改成系统随机，我的手机上显示，他们第一次输入的密码其实是正确的，只是少了个井号，最后那位多输入了1次，而男孩输入的第2次密码与我家密码完全相同。我瘫软在地，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密码的？一道甜腻的女孩声音响起：姐姐，你家密码多少？我回过神来，这个女孩比小男孩大一些，从前几次见面来看，她心智成熟，似乎很聪明。我开口：你们想干嘛？女孩凑在门缝上说：我想上厕所。楼下物业办公室有厕所，你自己坐电梯到负1楼去。我翻找手机里物业电话，通过物业一定能找到这2熊孩子的父母。姐姐，我不想上厕所了，你们家有没有不要的瓶瓶罐罐？女孩的声音近得像是在我耳边低语，我感到被蛇爬过的恶心与难受。我打通物业电话，让他们上楼一趟。在等待的时候，门外悄然无声。我试探着从猫眼里观望，门外空空荡荡，估计是听到电话，怕被喊家长，所以跑了。想到2个孩子鬼鬼祟祟的模样，我猜他们根本就不是在玩耍，分明是盯梢。门再次被敲响，我打开门，门口站着3个穿黑色保安制服的人。我简单把事情描述一遍。你是说，你这几天都看到那2个小孩在你门口玩耍？一道好听到可以去当声优的嗓音响起。我顺着声音看过去，黑色鸭舌帽下一双眼睛黑得像是能把人魂魄给吸进去。我呆愣一瞬，啊，对，他们经常在我门口玩游戏。玩游戏，他重复了一遍，嘴角无意间勾起，一个酒窝短暂的出现又消失。旁边一个40岁的保安用手按嘴咳嗽了一下，随即向我说道：这样吧，蒋小姐，你跟我们下去看下监控吧。我是鞭套。正对着这一层上下楼梯的消防通道，我们小区物业管理的不错，每层的消防通道里和外各有一个监控，黑白录像一帧一帧闪动。时间7月7日，2个小孩在消防通道爬楼梯，一层一层的往上走，最后在我的楼层停住了。他们对了下眼神，缩在角落里往外盯着某个东西。门口录像显示，这时我正好从电梯里出来，从包里翻找什么东西，根本没注意到1米之隔的消防门内有2双眼正注视着自己。时间7月8日，2个小孩提前10几分钟就在消防门口蹲着，看着我从电梯里出来，见我快要走到他们面前，便用手捂住眼睛，从指缝里窥视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见到他们。在我输密码时，他们迈着滑稽可笑的步子，离我越来越近。而此时的我，开门关门，门关上的刹那，他们的脸上出现一种中年油腻男人的可惜与冷漠嘴脸，似乎在说到嘴的鸭子飞走了。也许他们想遮的不是眼睛，而是脸。通过小孩子的游戏让我麻痹放松，随即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瞪圆眼睛看向身旁的男人，他好像知道，所以才会笑着说出玩游戏。见我看向他，他安抚地看了我一眼，先把录像看完。接下来的录像里，2个小孩调皮得很，总是在我家门口乱丢纸盒，在密码盒子上粘胶布，看着我飞踹纸盒，怒撕胶布，冲他们龇牙咧嘴时，2个孩子非但不生气，还冲我做鬼脸。待我进门以后，2个人还击掌比耶。直到看到今天的录像，瞬间让我毛骨悚然。